我穿越到了正在播出的漫剧中，如果在观众中的人气排不进前10，便会被直接安排剧情杀。为了活命，我直接找系统贷了100万人气值，借贷成功，把现有属性全部拉满。2年了，如今剧情终于要开始了。这一季番剧結束後，我想要活下去，就必須獲得足夠的觀眾人氣。我給自己這個角色的定位是天生強者，為此我用光了向系統貸款的100萬人氣值，換來了一身 S 級的初始面板。這一季的人氣第一，我勢在必得。天道，組織安排的最終考核馬上就要開始了，你快下來！舞台已經搭建好，現在該輪到演員們陸續登場了。喲，卡羅琳，早上好。喂，天道，你知不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啊？都這個時候了，你居然還有心情在這看日出，你難道就不怕考核失敗嗎？天道，我現在不是在和你開玩笑，你今天必須認真起來，明白嗎？因為如果我們考核失敗的話……放輕鬆，卡羅琳，有我在，我們不會失敗的。為什麼？如果非要說為什麼的話，那當然是因為我是最強的。怎麼了，天道？發生什麼了嗎？出大事了，卡羅琳，這下真出大事了！不是，天道，你別光在這兒說出大事，具體說到是什麼事啊？卡羅琳，今天食堂有我最喜歡吃的草莓蛋糕，可我剛剛忙着看日出，忘記去食堂讓倫娜阿姨幫我留一點了。卡羅琳，你說我現在去食堂還來得及嗎？星河契合度第1人，中期考核全科滿分。天道，為什麼你明明這麼不着調，可最強2個字從你嘴裡說出來，竟會讓人覺得是如此的所當作然？雖然不想承認，但和你比起來，我們確實不像一個世界的。天道，你是數倉鼠的嗎？吃那麼多，居然連我那一份草莓蛋糕都被你給吃了。什麼倉鼠？我這叫戰略儲備。再說了，卡羅琳，今天可是最終考核的日子，那些家伙平日裡的脾氣就差得可以，眼下這種時候更是如同火藥桶一般，一點就炸。萬一待會兒打起來……天道哥，卡羅琳姐，怎麼樣？吃早餐了嗎？吃過了。吃的什麼？就普通的營養餐。什麼？你居然在最終考核這麼關鍵的日子就吃那樣的豬食？難怪你一直激活不了自己的星河，空同學。早餐吃什麼？這也和星河有關係嗎？當然有。作為魚燕第一天才的我，大腦每天可是要消耗相當於3個成年人的糖分。我為什麼這麼強？這當然是因為我每天都吃雙份的甜食啊！你要是也和我一樣每天都吃雙份的甜食，那你說不定立刻就能覺醒星河嘍。真的嗎？蠢貨，他騙你的。姐姐，天道又想用你那套漏洞百出的甜食理論騙人？怎麼能說是騙人呢？科學證明，糖分不僅能促進大腦思考，還能……閉嘴！你以為誰都像你一樣是個重度甜食愛好者？星同學，你這麼說我會傷心的。星同學，你突然這麼大的反應，會不會是因為你並非是看不起空同學，而是嫉妒他能得到我的特別指導？早這麼說嘛！你要是早這麼說的話……我嫉妒這個廢物！2年了，他連最基本的星能感應都做不到，就這種垃圾也配？喂喂，別的話我可以當作沒聽到，但你這麼說自己的弟弟，這不太好吧？我說錯了嗎？群星計劃36個學員裡，就他一個連星河都……那是因為他的星河比較特別。我的星河很特別？對啊，很特別，特別到除了我之外，沒有人猜到你的星河到底是什麼。怎麼樣？想知道我都發現了什麼嗎？你的星河其實不是沒有激活，而是它太強了，強到連你自己都控制不了它。那為什麼我……噓，孔同學，答案要自己發現才有意思，不是嗎？看來考核要開始了呢，加油，孔同學，我可是非常看好你的。白痴，這種鬼話你都信？天道他明顯就是在耍你。你的星河要是真這麼特殊，為什麼連組織上的人也都沒發現？星同學，要不我們打個賭吧，就賭空同學能不能在最終考核時覺醒出自己的星河。賭什麼？就賭甜點如何？我贏了，那你未來3個月的甜點就是我的了。我要是輸了，那……可以，但你不能插手幫他。沒問題，我早就通過人氣系統看過原著劇本，陳空會在考核中逼入到絕境，並最終覺醒那個堪稱 bug 的星能無效化的能力。這賭注我贏定了。除此之外，我還要你修改一下賭注內容。修改什麼？我贏了，
我不要你的甜品，我要你認真的、全力以赴的和我打一場。新同學，有些事情1次2次我可以不當回事，可3次4次，那這就完全不一樣了。畢竟一頭獅子可不會忍受一頭獵狗3番5次的挑釁，所以還是等新同學你徹底掌握了自己的星河，並明白它真正的作用後，你再來和我討論這個問題吧。因為現在的你可還遠沒有到能讓我認真出手的資格，畢竟你連我的威壓都扛不住，是嗎？又在欺負同學呢，小天道。冤枉啊，云姐！我明明只是在和新同学进行一番友好的、富有成效的交流罷了，這哪裡是欺負？考核馬上就要開始了，你卻想私自對自己的同學出手，陳星，你忘記組織的規矩了？小天道，你怎麼就老是和新同學過不去呢？明明你們2個都是組織最看好的天才，就不能好好相處嗎？云姐，這不能怪我，是陳星他故意挑釁我，我這是正當防衛。你呀，算了，等考核結束再收拾你。現在你也給我回到隊伍裡去吧，畢竟考核馬上要開始了。今天組織裡可是來了很多的大人物，你可千萬別掉鏈子了。放心吧，云姐，我可是最強的。喂，天道，你刚才对空說的那些話是真的嗎？你猜？星河手術的失敗率雖然很高，但每個能活着從星河手術台上走下來並堅持到現在的人，其一定已經適應了被植入自己體內的星河。陳空雖然這2年來沒有展現出任何有關於星河能力，可他同樣也沒有出現任何對星河的排異現象，正常的像個沒接受過星河手術的普通人。可若是換個角度想，太過正常的陳空反而顯得有些太過不正常了。冷暴力也算暴力，卡羅琳這2年可沒跟他說過一句話。至於我，某種意義上我比他們所有人都傲慢，因為在我眼裡他們不過是一群螞蟻，沒什麼區別。也因此陳空反倒能從我身上感受到所謂的尊重。我當然沒有騙人，作為穿越者，我比誰都清楚陳空這個主角有多特殊。他的星河手術很成功，適配性是和我陳星一樣的100%，只是隱性的，原因在於他那身為類人星獸的母親。所以陳空和陳星是天生的伴星，陳空的血脈偏向人，陳星則偏向獸。像人其實就是陳空的先天能力，一種能讓所有星能无效化的犯規能力，但也因此壓制了他體內的星河。只要他能意識到這點，就能激活星河的力量。他們姐弟相當於有2顆星河，明着開掛。若非我早早開了自己的掛，根本壓不住先天滿級的陳星。不過陳空這家伙，在經歷最終考核的劇情前，還掌握不了自身能力的鑰匙。這個世界原本的劇情是圍繞姐弟矛盾展開的，但既然我來了，就不會讓那對姐弟搶走所有風頭。人氣第1的位置，我天道司命要定了。在我們等待考核內容時，地下100米處的貴賓室內，一群非富即貴的家伙正聚集於此。他們來這兒的目的只有一個，評估群星計劃的價值。諸位請看，這就是我們群星計劃目前最傑出的作品。群星之子序列001，天道司命，綜合潛力評定 S 級，星河手術半年後就具備了獨自戰勝一個特種戰術小隊的驚人實力。這不可能，沒有星源就能達到這種程度。博士，你確定這段視頻沒有虛假成分？我以我的性命擔保，這2段影像沒有經過任何後期處理。更驚人的是，這場戰鬥是發生在天道經歷星河手術後的183天。換言之，那個時候的他甚至還不滿11歲。天目獸星河，傳說中能窺見未來的稀有品種，而天道司命與之適配度是……各位知道嗎？其實在進行星河手術前，我們還給這孩子做了一次星能體檢。這不可能！自然覺醒的 S 級，一個 S 級先天星能的天才，又獲得了一個完美的星河，潛力無可限量。完美的先天條件，完美的星河適配，再加上無與倫比的戰鬥天賦。注意這裡，天目獸的能力之一未來式。雖然目前的天道並不能完全發揮出這雙眼睛的潛力，僅能預測對手約莫半秒內的動作，但這已經足夠讓他在沒有獲得星源的情況下，就越階挑戰一些老牌的戰鬥型1級星矢了。博士，開個價吧。這顆永夜之星夠不夠？很遺憾，各位，天道司命是非賣品，
因為只有他可以承載着我們這些老家伙的夢想，向那些曾經背叛我們、拋棄我們、輕視我們的人證明，所謂的余焰，從不只是燃燒殆盡後就可以被人掃地出门的灰，它同樣可以孕育出新時代的火種，並在這個嶄新的時代再次迸發足以蓋住所有星辰的耀眼的光。我等發自內心的相信，只要在他的带领下，那余印很快就会終結所謂的星元紀，並開啟一個嶄新的時代。各位準備好迎接新的時代了嗎？一個名為天道的時代。新時代？博士，你剛剛似乎忘了解釋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這個問題便是你口中所謂的完美造物，它真的可控嗎？畢竟我不認為一個強大的星矢會心甘情願成為別人實現夢想的工具，不是嗎？這位貴客，你好像弄錯了一件事。哦，我打從一開始就說了，天道是我們欽定的領袖，控制，我們從未想過控制天道，他只要做自己就好了，哪怕這樣的決定有可能給我們帶來毀滅，但就算真出現了這樣的情況，那我們也相信他會把新生的余印帶到一個全新的高度，並以一個全新的方式實現我們這群老東西的夢想。明白了，看來你们這群家伙已經想好了一切，也願意為此承擔可能出現的最壞後果。既然如此，那我沒有問題了。群星之子序列002，晨星，自然系，血焰獸，星河適配度 99%。群星之子序列003，淨琉璃，特質系，鏡花之蝶，星河適配度 92%。群星之子序列004，卡洛琳，致謝系，天機貓鼬，星河適配度 90%。群星之子序列005。群星之子序列036，晨空，特質系黑星，星河適配素未知。介紹晨空時不僅沒有實戰畫面，資料也異常簡短。怎麼這最後一個群星之子的資料這麼少，且星河適配性更是標注着未知？那是因為我們無法確定他是否真的完成了星心手術。好了，各位，有關於最終考核的場地我們已經安排好了，請各位跟我來。最終考核即將開始，請所有學員前往中央考場。緊張了？記住，當你覺得走投無路的時候，不妨問問自己為什麼能活到現在。說完，我回頭對卡洛琳喊道：“走了，卡洛琳。”我一馬當先，帶着卡洛琳第一個走入那幽邃的地下通道。晨星緊隨其後，晨空看着我遠去的背影，腦海中浮現出我剛剛的話：為什麼我能活到現在嗎？我等待着最終考核的開始，周圍學員還在竊竊私語，絲毫沒有最終考核的緊張感。小家伙們，準備好迎接真正的地獄了嗎？隨着他話音落下，巨大的透明屏障升起，擂台中央裂開，一頭近20米高的龐然大物走了出來。開什麼玩笑？這玩意兒的性能波動可是接近3000啊！2級星獸大地龍蠍，沒錯，這就是你們今天最終考核的內容。而你們考核的內容也不複雜，那就是想盡一切辦法，在這個家伙手中盡可能的堅持3分鐘。你們可以組成一個最多只有3人的隊伍，一同來挑戰這個大家伙。好了，有關最終考核的內容我已經說完了，現在去尋找適合自己的隊友吧。說完，雲夢走到大地龍蜥旁邊，拍了拍他的頭。那家伙在他面前溫順的像條小狗，可我知道，對我們來說，他就是真正的殘忍。很快，學員們紛紛朝我圍了過來，畢竟我是學員中的第一。晨空也想過來，但他顯得有些拘謹。天道哥，沒辦法了，小空，這次的考核有點麻煩，帶着你我也不敢說一定能搞定這家伙。況且，比起我，那裡明顯有個更適合你的夥伴，不是嗎？晨空低下頭，不敢去找他姐姐，反倒是晨星主動走了過來，嘴上依舊不饒人。一會兒別拖我後腿。好的，姐。喂，卡洛琳，你說晨星這家伙是不是有什麼隱藏屬性啊？不然為什麼他明明心裡很關心小空，但每次見面卻又好像仇人一樣，仿佛恨不得小空當場從這個世界上消失。卡羅琳正用尾巴卷着戰術平板分析大地龍蜥，完全無視了我。好吧，队伍還差一個人，我無視了周圍想抱大腿的家伙，徑直走向那個抱着枕頭在地上睡覺的少女靜羅離。喂，琉璃同學，考核要開始嘍，快起來。看來普通方法是叫不醒他了。琉璃同學，食堂開飯嘍！開飯！沒辦法，
只能用杀手鐧了。琉璃同学，快起来考试了，因为如果你再不起来，那我就去告诉陈星，是你把他藏起来的零食偷吃了。天道，我睡醒了，快告诉我考试内容是什么吧，我要认真考试了。搞定，我的最后一个队友归位了。天道，别算了，卡洛琳，那家伙光是星能值就是我們的30倍以上，你就算到明天，我們的勝算也依舊為0。可是，沒有可是。你以為那群老家伙把這東西放出來的目的是什麼？還不是要給我們一個下馬威嗎？放輕鬆，我們的目的不是贏過他，而是想辦法讓那群老家伙大跌眼鏡就好了。天道，我也要補充一下糖分。去，就你這大腦10天半個月都轉不了一次的家伙，你需要吃糖來補充大腦的糖分嗎？一邊玩去。誰說的？我也擅長思考的好嗎？天道，你不要小看我。哼，10乘以25等於多少？10 25，那個……唉，是250了，笨蛋。我知道是250，只是你搶答了。天道，我才不是笨蛋！你看，這是我上次花了100塊做的智商檢測，足足有……不是，能會花100塊做這種測試，那你可真是笨蛋了。你騙人！那個琉璃，其實我也做過類似檢測，真的嗎？笨蛋，別幻想了。就卡羅琳這種人精，他說這話要麼是為了安慰你，要麼就是雖然做了測試，但最後肯定沒有付錢。天道，別說了。行，我不說了。你放開我！他誹謗我，他在誹謗我呀！我天道是那種喜歡騙人的人嗎？冷靜，天道，冷靜一點！你跟一個孩子生什麼氣？姐，你覺得天道哥他們能通過最終考核嗎？第1名的天道，第3名的琉璃，外加第4名的卡羅琳，光看紙面實力，他們就已經是目前12個隊伍中最強的了。如果連他們都無法通過最終考核，那實在我想不出還有誰能通過了。好了，比起他們，你還是好好關心一下自己吧。畢竟你一會兒要是敢拖我後腿，那我絕對不會輕易放過你。明白了。與此同時，上方貴賓廳的單向玻璃後，幾個大人物也在觀察我們。不管怎麼看，天道這孩子的隊伍都是最強的了吧？可即便如此，我依舊看不到他們有哪怕半點勝算。畢竟2級的大地龍息可是有名的兇手，戰力在同級中都是頂尖的，連天道他們都難以在這家面前堅持3分鐘，更別說其他那些遠不如天道的隊伍了。博士，你確定這個最終考核安排沒有問題？不，我反而覺得這個2級大地龍息剛剛好。各位就好好看着吧，天道那孩子絕對會給你們帶來不小的驚喜。哦，有點意思。最終考核開始了，我們站上擂台，淨琉璃已經腿軟了。天道，我有點腿軟，你扶我一下。慫貨，這玩意兒又不是真的兇手，他不會下死手的。那可不一定哦。小天道，今天的考核和之前不同，如果你還是用以前那種玩鬧的心態來對待這次考核，那你或許會沒事，但小卡洛琳和小琉璃可就不好說了。畢竟博士可是親自和我說了，那些大人物們現在可都在期待着你的表現，讓我的大地龍息一定不要放水。博士的性格如何，我想不用我多說吧。知道，那老家伙的性格就和茅坑裡的石頭一樣，又臭又硬。哼。只要是他決定的事情，那不管別人怎麼說，他都一定會貫徹下去。但是雲姐，我記得尋常的大地龍息，其背離處的石鱗應該是多為黃灰色吧？可你看看你這頭，後背的金屬光澤，我隔着上百米都看到了，這哪裡還是一般的大地龍息啊？我看它都快突破了吧？哎，這誰又知道呢？你培養的新獸，你和我說不知道，你騙小孩呢？天道，我突然想起來我還有事，先走了。你想去哪兒？天道，你就讓我先下去好不好？想的還挺美，來都來了，走你！不要！都準備好了嗎？我按住瘋狂搖頭的琉璃，點了點頭。行，那最終考核開始。
散開！净琉璃这手精準的星能控制，讓貴賓室裡的人都有些驚訝。不錯啊，之前我還奇怪琉璃這孩子明明有着如此顯著的性格缺陷，為何還能在這怪物橫行的群星之子中位列第3位？現在我明白了，這孩子在星能控制上的天賦應該是最頂尖的 S 級吧。這叫淨琉璃的小姑娘固然不錯，但她後面的那個天機貓同樣不俗。星能數據鏈，這孩子如此年輕，竟就有了這般驚人的算力，又是一個小怪物啊！星能數據鏈便是志氣系以自身為信號基站，利用星能鏈接其他隊友，把戰場數據實時共享給他們。想要辦到這一點，可不是什麼容易的事情，因為這需要他們具備一定的算力，不然的話，光是戰場複雜的信息洪流就足以衝垮志氣系的大腦。他們的表現果然不俗，但還不夠。星焰天幕未来式，這是我的一個基礎能力，能觀測目標的能量流動，提前預知對手的動作。本質上，這是一種結果推演。要完全預測這頭2級星獸的未來並不現實，但我只需要一個寶貴的出手機會就夠了。無數信息湧入我的腦海，開始推演。看到了。瞬破！大地龙息眼中閃過一絲異色，顯然沒想到我能躲開。雖然我能提前預判他半秒的動作，但兩邊數值上的絕對差距，還是讓我無法做出有效的還擊。開什麼玩笑？這種怪物，我們真能堅持3分鐘嗎？姐！閉嘴，認真看。與此同時，樓上貴賓室內，能在2級的大地龍心手中堅持到這般地步，天道這孩子無愧為最強之名。只是如果我沒猜錯的話，天道這孩子應該是在給那個天機貓盡可能的爭取時間吧，不然的話，他明明有好幾次機會可以和大地龍息拉開距離，讓另外2個隊友幫他分擔壓力，盡可能的延長戰鬥時間，但他卻並沒有選擇這麼做，而是故意進行挑釁。想來是覺得除了自己外，他的另外2個隊友應該很難扛住這頭大蜥蜴的進攻吧。畢竟就算是一頭放水的2級星獸，其隨意的一擊也不是他們這些半大的孩子能想象的，不是嗎？致謝系對比其他系最大的優勢就在於信息的收集和整理。那天機貓從開場到現在就一直站在原地沒有移動，想來就是在收集並分析天道傳給他的寶貴數據。只是有一點我沒想明白。哦，是什麼？致謝系任何數據的收集和整理，歸根墊底都是為在萬千的不可能中計算出一個渺小的可能。不然的話，光憑借着冰冷的數據，可永遠無法轉化成誘人的戰果。既然如此，那他們收集這些數據的目的是什麼？苦苦追求的可能又是什麼？盡可能的延長戰鬥時間，我看未必吧。金絲雀女士似乎也發現了什麼，陷入到沉思中。注意到他們對話的博士，銀色面具下的嘴角露出一絲意味深長的笑容。拖延時間？不，天道絕對不會這麼選擇，那等於在心中提前認輸，這是天道無法接受的。排除所有不可能，剩下的就是唯一的答案。天道的目的根本不是拖延時間，他在等一個絕佳的反擊的機會。來吧，天道，讓我看看你的極限到底在哪兒。博士想的沒錯，用我的方式來獲得這場最終考核的勝利，這才是我一開始就決定的事。至於規則，那從來只是為弱者準備的枷鎖。我天道司命，是遵循自己內心的法則。天道！聽到背後卡洛琳的聲音，我笑了。他已經做到了我要求的事情，現在輪到我表演了。我第一次徹底拉開了和大地龍息的距離。琉璃，知道了。夢境污染。突如其来的失明，讓大地龙息的动作出現短暫的停止。我閉上眼睛，接收着從卡洛伊那裡傳來的數据。左前膝舊傷，星能流动存在 0.03 秒的間隙。星能术士苍，不可思議，当真是不可思議！3個連1級都不到的半星，
竟然真的傷到了2級星獸，天賦、勇氣、謀略以及临危不懼的氣魄，這個家伙當真是天生的領袖。若不是他主動承擔了絕大部分的危險，那即便這個計劃再完善，他們也根本無法保證一切按照計劃進行。天道司命，你就這麼篤定自己不會犯錯？你就真的這麼不怕犯錯？他无法理解我這麼做的理由，只要按部就班拖延時間就能通過考核。可我毅然決然地選擇了一條讓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路。我要的從不是拖延，而是反擊，是打破所有人的固有印象，告訴他們奇蹟的存在。而現在，奇蹟真的擺在了所有人面前。大地龙息憤怒起身，他心中的凶殘被激發了出來。可當他看清我們的位置后，立馬出現了一抹人性化的錯愕。喲，大家伙兒還搁那生悶氣呢？考核都結束了。急了，這家伙急了，虧他還是2級星獸，怎麼就這麼容易急眼呢？天道，你這樣會害死後面考核的人的。關我什麼事？反正我的考核結束了。聽到我的話，周圍的其他繁星之子臉色发青，傻子会在這個時候出去。可就在此時，陳星卻是出人意料的突然走向擂台。姐，先別去，他還在氣頭上。鬆開。姐，等一會兒，再等一會兒吧。現在，空，你知道我為什麼一直看不起你嗎？躲吧，空，你就想辦法躲一輩子吧。你的懦弱與膽怯，遲早有一天會讓你失去真實的一切。但你可以躲，我卻不行。因為若是連我都躲開了，那弱小的你還能躲到哪裡去呢？因此，哪怕明知道下一步就是深淵，但我也必須義無反顧地走進去。畢竟誰讓我的身前空無一人？所以滾開吧，膽小鬼，別擋道。說罷，他不再理會失魂落魄的陳空，徑直走向擂台。喂，陳星，什麼叫你身前空無一人？你這話是不是有點太不把我放在眼裡了？記住，你只是第2，而我才是群星的頂點。哼。不過这糖還挺甜的。呼，好險，差點讓這家伙裝到了。我的身前空無一人，哈基星，你這家伙到底是怎麼想到這麼帥又這麼裝的話的？這我要是不做點什麼，風頭就被你搶完了。不過你剛剛的話確實很帥就是了。天道，你覺得陳星他能通過考核嗎？由於我先前的挑釁，這頭龍蠍已不再可能放水。此刻的擂台對陳星而言是真正的地獄，這誰知道呢？不過只要陳星的隊友能發揮作用，那他們的成績或許超出所有人想象，說不定。其實我知道卡洛琳心裡在想什麼，畢竟在所有人眼中，陳空只是個毫無作用的普通人，但我卻無比清楚，這個被我截胡了高光時刻的原主角體內究竟潛藏着怎樣驚人的巨大變數。只不過眼下既然有我這個珠玉在前，那麼他們就算再做出這樣的壯舉，也不過是對我毫無意義的拙劣模仿罷了。緊接着，陳空和葉神靈終於緩緩登場。他們雖有懼意，但陳星的堅持讓他們不得不直面這頭狂暴的巨獸。姐，看見陳空握着的新手手槍，場外傳來一片鄙夷。要知道，隨着星元時代的來臨，除了部分特殊槍械外，剩下的大部傳統槍械只能對付些弱小的星矢和星獸。但在我看來，這正是他認清現實的完美表現。還行，至少你也知道自己是廢物，沒有為了所謂的面子而空手來送死。陳空不好意思地摸頭，葉神凛倒是毫無偏見。怎麼說？你們準備好了嗎？行，那就祝你們好運了。最終考驗第2場開始。很顯然，我先前那一擊已經徹底點燃了他的怒火。完蛋了，這絕對會死人的吧？雖然他僥倖扛住了這一擊，但嘴角已經滲出血線，右手的虎口更是崩裂出傷口。好重，這就是認真起來的2級星獸嗎？這樣的怪物，當真是我們能戰勝的嗎？難道天道能傷到他，真的只是因為對方輕敵嗎？引父叛擊！
不是陈星，暴怒状态下的他，我根本限制不住。陈空在恐惧，在这巨大的压迫感中几近濒临崩溃。就在陈空准備放棄，一道聲音出現在他的腦海中：記住，當你覺得走投無路的時候，不妨問問自己，為什麼能活到現在？恍惚間，陳空下意識地轉頭望向場外。這是我給他的最後暗示，相信你那最平凡，也同樣是最不平凡的本能。是啊，我為什麼能活到現在？那自然是因為我是所有人中最弱的呀。正因為我是最弱的，所以沒人會在意我。正因為我是最弱的，所以也不會有人專門針對我。強者有屬於強者的生存法則，而弱者自然也有屬於弱者的法則。既然我注定當不了強者，那我何不試試用屬於弱者的方式來尋找屬於我的生存之道呢？那一刻，屬於他的空之文覺醒了，那是一股能消解一切星能的奇特力量。儘管他體內還有另一股力量蟄伏，但他似乎並不認可陳空的存在。但對他而言，現在已經足夠了。他找到了通過考核的方法，他要向在場所有人證明，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弱者，同樣也有生存下去的權利。哦，終於消失了嗎？什麼消失？那當然是某個最弱者的消失啊。畢竟弱者要想在這個殘酷的世界活下去，那他們就必須利用好強者的劣勢，不是嗎？天道，這考核還沒結束呢，你要去哪兒？還能去哪兒？當然是去食堂補充糖分啊。可你這樣會不會有點太不守規矩了？規矩，那是弱者才要遵守的東西。我天道司命就是規矩。擂台上，陳星和臉被大地龍息的星能力場壓倒在地。明明天道都能傷到他，明明我並不會比天道差多少，一次，哪怕只有一次。就在龍息傲慢俯視地上的螻蟻時，被所有人忽視的影子動了。陳空悄悄撿起了妖刀血焰，他的手在劇烈震顫，妖刀的气息在抗拒並嘲弄他之前的懦弱，但他卻握得極穩。一次，我只有一次機會。最弱者的绝地還擊嗎？有點意思。陳空想要在強者的眼皮子底下生存下去，這可不是什麼容易的事情呢。尤其是在對方已經完全看穿你的情況下。龍息不敢置信地低下頭，錯愕地看着自己膝蓋上那道鮮血淋漓的猙獰傷口，而大地龍息的星能力場也因為這突如其來的一擊出現了細微的縫隙。陳星抓住這個機會，撿起散落在地上的妖刀血焰，借助大地龍息的注意力都放在陳空身上的空隙，猛然靠近。龍息右爪抬起的瞬間，应付暗子，青能繩索纏繞在了大地龍息剛剛抬起的右爪上，讓龍息爪子停頓了片刻。大地龙息徹底失控，反手將陳星砸進屏障。看到了嗎？只要是天道能辦到的事情，我陳星一樣能辦到。只是與陳星的喜悅不同，
大地龙息已经被憤怒冲昏了头颅。够了！在二级星矢面前，狂暴的野兽瞬间清醒，他满眼惊恐，只能趴在地上颤抖着扶手。通知医疗组，立刻准备好2个 S 级营养舱。是。医護人員匆匆入場，來到陳星和陳空身邊，並以最快的速度對他們進行緊急包紮救治。葉神林只是過度脫力而暫時性昏迷。看到了嗎，天道？我並不比你差。我回到寢室，眼前的虛空浮現出一行行只有我能看到的文字。提示：群星前傳餘燼已經在現實世界放送，現已為你開啟異次元播放功能，並開啟可視彈幕和實時人氣排名。終於到檢驗成果的時候了嗎？晚上8點，現實世界的網站上漫劇正式上線。作為這部漫劇中的角色，我正緊盯着後台不斷跳動的數據。在這個顏值至上的時代，我深知第一印象的重要性。畫面開篇，主角陳空正蜷縮在宿舍數着星幣，而當他來到食堂，買的營養餐被霸凌者搶走，卻也只是道歉。不出所料，彈幕瞬間炸裂，觀眾的憤怒在我預料之中。大家可以接受弱小，但無法接受內心也承認平庸。雖然也有少數辯解，但爭議越發激烈。隨着劇情推進，世界觀展開，這是一個以星源為核心運轉的世界。星源是一切非凡力量的源頭。95年前，一場特殊的流星雨，無數的星源碎片從天而降。因為星源碎片獲得能力的人被稱為星矢，動植物則被稱為星獸和星殖。觀眾的熱情稍有回升，但對陳空的嫌棄並未消減。有點意思，原來是一個類似超能力的世界啊！我是來放鬆的，不是來受虐的，我要的是爽。長相一般，性格懦弱，這樣的主角哪有看點啊？輪到我登場了，我卡準時機，帶着卡羅琳出現在入口。天道哥，卡羅琳姐，喲，空同學。我操，這顏值是真實存在的嗎？貓奴小姐姐，我可以！我的人氣值瘋狂增長，這2年的精心設計沒白費，每一句台詞，每一個微表情，都是為了這一刻。天道大人，我是你的狗！我差點被水嗆到。第1集接近尾聲，我準備好的另一塊人氣雌星也登場了。46，我舔！媽媽，樓上的瓦實地收味兒。看着陳星出場引起的刷屏彈幕，果然陳星才是我制霸人氣王道路上最大的對手。第2集無縫銜接，由於我和陳星的矛盾爆發，徹底淹沒了陳星，劇情節奏陡然加快。特效經費在燃燒啊！我操，這壓迫感，隔着屏幕都腿軟。天道是這些人中最強的吧？正當我以為人氣穩了時，屏幕上突然跳出一段連我都沒預料到的回憶。記憶畫面中，一個銀髮男孩獨自坐在3頭狼獸屍體上，染血的水果刀插在身旁，左手耷拉着，只用一隻右手笨拙地剝開一顆髒兮兮的糖果。就在銀髮男孩剝糖剝到一半時，一個人影突然靠近。這些都是你一個人做的？而在得到我肯定的答覆後，雲夢沉默了許久。片刻後，他對小時候的我發出了邀請。如何？要不要來我們的組織？都行。我的回答很是隨意，仿佛對於此時的我來說，去哪兒都一樣。好。也只有在吃下糖的這一刻，我才像一個孩童。你很喜歡吃糖？為什麼？因為媽媽說過，只要多吃糖，那生活就不苦了。原來是這樣嗎？很明顯，我雖然戰勝那兒的3頭連星河都沒有的地級異獸，可我同樣付出了不小的代價。只是由於我從始至終都表現得非常平靜，導致先前的雲夢都沒有注意到這一點。很疼吧？還好，之前挺疼的，但在吃了糖後就不疼了。給。很貴吧？對我來說不貴。但年幼的我有着自己的堅持，並沒有接過巧克力。收下吧，就當你加入我們的見面禮。
看到這一幕，雲夢乾脆強行將其塞到了我的懷裡。謝謝。對了，小家伙，你叫什麼名字？天道司命。天道司命吗？這可真是一個好名字。至此，回憶片段結束。系統提示：檢測到觀眾情緒波動，甜食重度依賴症，已加入角色設定。人氣值加2000。我看着提示，頗感意外。原本只是嘴饞，但在制作組制作的回憶裡，這竟成了某種美強慘的深意。這種誤解對我而言，倒不是壞事。天道，你们在努力变强，而我天生就强。只要多吃糖，生活就不苦了。这设定绝了！天道司命，天道晚命。8岁独斩3頭变異狼獸的戰績，讓我天生強者的形象深入人心，也讓劇情中我對陳星的壓制變得合理。相比之下，主角陳空的懦弱在對比中顯得愈發尷尬。直到畫面中出現了關於他星河的暗示，觀眾敏銳地嗅到了外掛的氣息，但這並未改變他們對陳空的嫌棄。不對勁，很不對勁！我就說這種一臉酸相的家伙怎麼能當主角？原來是有掛呀！有掛怎麼了？就他這種性格，有掛也是個廢物。在觀眾的討論中，《群星前傳於燕》的第2集內容最終定格在了天道和陳星的打賭，以及雲夢教官的出現。我的制霸人氣榜計劃也取得了一個非常完美的開門紅。姓名：天道司命，當前人氣值12000，當前人氣榜排名第1。穩坐第1，讓我暫時不必擔心被劇情殺。除此之外，只要我能在當季播放結束時位列人氣榜第1名，那我不僅能大大提升下一季的播出鏡頭，收穫價值100萬人氣值的角色推廣，還能獲得一次專屬的角色故事背景修改權限。專屬角色故事背景修改權限，可自由修改一次角色背景，包括添加部分專屬故事，以及額外添加最多1個天賦設定等。所謂的背景修改權限，那就是一個額外贈送的外掛，因為我完全可以在獲得這個權限後，立馬給自己添加一個類似先天戰鬥天賦滿級的 bug 級設定，既大大提升我的潛力，又能進一步鞏固我天生強者的人設。不過對於這個背景修改權限要如何使用，我早早就有了想法。畢竟群星世界中最重要的東西，自然就是類似惡魔果實的星元了。要知道於燕為什麼要組織最終考核，又為什麼要請來那麼多的大人物，究其原因，不就是為了想讓36個群星之子都能獲得一個適合自己的星元嗎？畢竟光靠於燕一個組織的力量，他們既拿不出多達36個無比珍貴的星元，更無法讓這36個群星之子都獲得一個和自己星河高度適配的星元，所以才会有現在最終考核的出現，以及那些大人物的到場。畢竟前者是為了選出群星計劃中最優秀的幾個群星之子，然後把組織內現有的適合他們的星元給予給他們，從而讓資源的利用最大化。後者則以群星計劃為柄，讓大人物們看到這個計劃的價值，並願意主動加入到這個計劃中，給剩餘的群星之子們提供適合的星元。而在明白星元在群星世界的重要性後，我自然而然的就決定把未来寶貴的背景修改權限用在我的星元體系構建上，也就是設定一個額外天賦。畢竟我接下來要選擇的星元是矢量控制，而我若是想要把矢量控制這個特性系星元的潛力發揮到極致，那我就必須具備一個志氣系的頂級天賦超頻演算。因為只有當我同時具備志氣系、超頻演算以及星矢天夢的星能觀測，我才能形成一個暫時只存在於我想象中的近乎無解的矢量體系。而眼下的我已經獲得了星燮天面，並在通過最終考核後，馬上就可以獲得我想要的響量控制。如此一來，我就只差超頻演算這最後一塊拼圖了。一旦拼圖完成，我將不再只是天生強者，而是真正的強者。周日第3、4集放送，中央擂台最終考核開啟。
巨大的2級星兽大地龙息重步踏入，压迫感透过屏幕讓觀眾窒息。但與之相對的，在我使用星能術式，噌！擊倒大地龍息時，我的強者的人設已經深入觀眾的心中，也使得我的人氣值飆升。我對自己設計的這一記高光感到滿意，但這悠閒日子快到頭了，考核結束，大家獲得星元，差距會縮小，而且後續銜接的是慘烈的大劇情。餘印組織將受重創。我點開人氣商城，目光鎖定在一個道具上，名稱：替死手鏈，效果可抵擋1次致命傷害，進入假死狀態，1日後甦醒，價格10萬人氣值。我目前的欠喘還有100萬，但為了接下來的計劃，必須冒險。單純的強和帥是轉瞬即逝的煙花，只有具備人格魅力，角色才立得住。我平日裡沒正形，吃甜食，都是為了拉近觀眾距離，但真正的人格魅力需要劇情。我要在強的基礎上再加上一個慘字，刀子才是真正的流量密碼。你消耗了10萬點的人氣值，購買了替死手鏈。想要讓瞬間的人氣變成永恆的擁護，不付出代價怎麼行？我要利用這件道具，在接下來的劇情裡體驗一次真正的死亡。這很瘋狂，但值得。哇哦，今天食堂加餐啊！哎，卡洛琳，你還站在這兒幹嘛？天道，你多大的人了還搶飯？卡洛琳，你怎麼能說搶？這是你貼心給我打的。再說了，今天你幫我打飯，明天我就能幫你扛子彈。想欺負你，那他們就必須先從我天道的屍體上踏過去。卡洛琳只當我在胡說八道。行了，還需要甜點嗎？必須要。看着卡洛琳的背影，我收起了玩世不恭，眼眸閃過愧疚。抱歉，卡洛琳，有些話只能在玩笑中說出。誰讓英雄不能哭呢？那這個哭的人只能是你了。這場绚麗的煙火必須由你見證。只要我以後好好道歉，你會原諒我的，對吧？畢竟你總是會包容我的幼稚和任性，不是嗎？我看着系統投射的群星前傳餘焰第4集，以上帝視角觀察這段由我親自參與的人生，確實有種奇妙的錯位感。天道，你怎麼吃個飯還心不在焉的？卡洛琳看不見屏幕，只覺得我是在對着空氣發呆。沒什麼，只是在想一些事情。我隨口應付，注意力仍鎖死在屏幕上。此時劇情進行到陳星主動選擇挑戰暴怒後的大地龍息這一環節。躲吧，空，你就想辦法躲一輩子吧。你的懦弱與膽怯，遲早有一天會讓你失去所有珍視的一切。但你可以躲，我卻不行。因為若是連我都躲開了，那弱小的你還能躲到哪裡去呢？因此哪怕明知道下一步就是深淵，但我也必須義無反顧地走進去。畢竟誰讓我的身前空無一人，所以滾開吧，膽小鬼，別擋道。我看着眼下密密麻麻的彈幕，嘴裡的飯菜瞬間就变得不香了。我雖然有想過這段播出去後，陳星的人氣會迎來一波爆炸式的增長，可現在看來，我還是太小看這段劇情對觀眾的殺傷力了。畢竟當人氣女角色搭配上高燃台詞，這對於3次元的老資者們來說，確實是太過超模了一點。好在我當時也不是毫無作為，及時的做出了補救。喂，陳星，什麼叫你身前空無一人？你這話是不是有點太不把我放在眼裡了？記住，你只是第2，而我才是群星的頂點。
宿命感的对视在鏡頭中定格，彈幕瞬間沸騰。由於我的橫插一腳，導致這場原本應該只屬於陳星的獨角戲，最終卻演變成了他和我之間的對手戲，甚至還讓我在這場高燃戲份中隱約壓過了陳星一頭，成為了這一小段高光劇情中真正的主角，使我的人氣增長幅度還十分明顯的超過了他，完全搶走了本該屬于陈星的高头。随后陈星小队的考核開始，可陳空卻懦弱的在一旁看着。為什麼要讓這種廢柴當主角？史上非主角預定，退錢！直到陳空的腦海中想起了我曾經對他出的那句指引，記住，當你覺得走投無路的時候，不妨問問自己，為什麼能活到現在。陳空眼神從以前的懦弱變得堅定，控制文的心能湧動。我去，天道这是100%參團啊！虛假的主角陳空，真正的主角天道，建議改名為《群星天道傳》。在彈幕的討論下，還點出了陳空的特殊性。龜龜，別人都只有一個星河，你竟然有2個，難怪你當主角啊！看了4集，眼下這個主角終於有點主角的樣子。哦，終於消失了嗎？消失？什麼消失？那當然是某個最弱者的消失啊！畢竟弱者要想在這個殘酷的世界活下去，那他們就必須利用好強者的劣勢，不是嗎？第1集就在布局，這人真是恐怖啊！建議查查天道是不是穿越者，虛假的主角艱難覺醒，真正的主角優雅看戲。觀眾反應這麼大，是因為我仿佛和陳空這些群星之子不在一個次元上，我是在以一種近乎於上帝視角的方式俯瞰着身邊的人，而這種心態和謀略上的強，瞬間就讓觀眾渾身起雞皮疙瘩。而這種超然的心態，再搭配上我之前的一系列鋪墊，瞬間讓所有人理所當然地覺得我就是群星前傳魚焰中的最強者。畢竟番劇和現實不同，觀眾無法推測現實的走向，可他們卻能推測番劇的走向，以及隱約地明白制作組想要傳達的含義。這也就使得哪怕現在的我不是劇中戰力天花板，可他們所有人都堅信日後的我一定會成長為劇中的戰力天花板。而只要在觀眾心中樹立起這種觀念，那我的目的就達到了。畢竟我打從一開始就沒有忘記自己是在一個番劇世界中。卡洛琳，我吃好了，你慢慢吃，我先回去了。哦，好的。陈空接下來的表現已不重要，我已經錨定了這部劇那個唯一的超然位置。畢竟，腦補才是這個世界上最不講道理的東西。我盯着手腕上的鐵絲手鏈，盤算着第1季的收官之戰。一個2級星矢和多1星矢知曉他們弱點和特性的我，只要利用好這半年的空窗期，那我還是有很大的把握能和他們同歸於盡的。不過為了讓這場煙火達到我的預期，我需要進一步提升自己的實力。唉，借新還舊，這人氣欠款我什麼時候才能還清啊？我打開人氣商城，翻找着那個能改變格局的道具，只要拿到它，再加上明天的矢量控制，半年後的第1季末尾，我就能為所有人奉獻上一場最絢麗且淒美的燦爛煙火。早啊，天道。靜琉璃睡眼惺忪地朝最後進門的我揮了揮手。別那麼緊張啊，各位，不就是一個星源選擇會議嗎？放輕鬆，放輕鬆。看着陳星手臂上的傷，我忍不住想碎嘴幾句。哎，陳星，你這傷還沒好嗎？看來咱組織的這醫療水平也不行啊，不然怎麼會連無疤技術都沒掌握？和組織無關，是我故意要求他們把這傷疤留下，因為它可以時時刻刻的警示，讓我必須更加努力，才能避免再出現那種絕望的場景。啊？絕望嗎？可我怎麼感覺那最終考核還挺輕鬆的呀？不是上去隨便打打就結束了嗎？
會議室大門開啟，博士與雲夢走入，眾人起身致意，唯獨我依然慵懶地癱在椅子上。好歹裝個樣子啊你，一點規矩都沒有。雲姐，我這不是傷還沒好，所以不能亂動嗎？隨你吧，懶得管你。各位，早上好。看来大家应该也明白这些星辰意味着什么。没错，它们就是傳說中的星源。95年前，一場特殊的流星雨改變了世界，而那場流星雨便是這些有着其力量的星辰之源。在之後的很長有一段時間中，人們對這種神奇的力量既好奇，又充滿了畏懼。而在這麼多年的研究下，我們已經差不多弄清了星源的部分原理。星之本源，一顆星球最本源、最核心的宇宙力量。雖然我們不清楚95年的那場流星雨到底因何而產，但我們卻知道那場流星雨的出現，徹底開啟了一個全新的紀元。不過，就像星源開啟了一個新紀元一樣，我相信你們的出現，也將會開啟一個全新的時代，一個名為群星的時代。好了，各位。除了天道以及還在療養艙內的陳空外，剩下的人跟隨着雲夢去領取屬於你們的星源吧。天道，你確定你要選擇那個星源？要知道以你的表現，只要你開口，那即便是再稀有的星源，我都有辦法能給你弄來，並且根據我們對你自身特性的長期觀察，眼下基地內的某個幻想系星源就非常適合你。你確定要放棄那顆星源，選擇這顆普普通通的響亮控制？適不適合，別人說了可不算。空想家這個永遠只能躲在別人背後的影子，可不符合我天道司命的性格。我天道司命要麼不做，要做我就要做最強。所以博士，我看這個矢量控制就很適合我嘛。至於空想者，還是留給陳空吧。陳空從營養艙中醒來，渾身插滿軟管。醫生，陳空醒了！昏迷3天，陳空的身體竟然沒有留下暗傷，醫療組感到震驚。半日後，陳空穿着病服挪步到了訓練場。你傷這麼快就好了？上午剛醒過來。既然上午才醒，那你為什麼不在療養室多睡一會兒？要知道我之前好幾次去找醫療組的人申請病假，可這些討厭的家伙都不僅一直拒絕我，還說我是裝病，之後更是威脅我說，要是敢再去騷擾他們，那他們就要把我請病假的事情告訴給雲夢教官。害得我後面即便真的生病也不敢去了。所以明明有這麼好的摸魚機會，你為什麼不好好珍惜啊？你好奇怪哦。陳空尷尬撓頭，不知如何接話。此時的靜琉璃雙眼微閉，嘴角掛着口水，分明是在夢遊。那是琉璃的星源白日之夢，基礎效果是能讓他可以在清醒的狀態下保持深度睡眠。修煉方式就是多睡覺，多做夢。雖然很不想說，可這個星源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他偷懶的能力。因為外人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在摸魚還是在修行。陳空條件反射般低下了頭，習慣性的卑微。自信點兒，空。現在的你已經不再是那個被所有人看不起的廢物了。畢竟當初若不是你，我和領也沒辦法傷到那個家伙。陳空沉默着，性格的枷鎖並沒那麼容易掙脫。真心無奈，轉向琉璃。琉璃，再給我一顆美夢糖。不要！你昨天欠我的甜點都還沒給我呢，現在又想找我要，我才不給呢！就一顆，算是前2天的幾顆，我晚點用組織的餐後甜點還你。騙人！你的餐後甜點不是都輸給天道了嗎？你拿什麼還我啊？琉璃姐，你用我的餐後甜點吧。1個月！琉璃，你別太過分，我就拿你幾顆美夢糖而已，你竟然要我弟弟1個月的餐後甜點！
你觉得這交易公平嗎？最多1周，不然我自己想辦法把欠你的還上。行吧行吧，1周就1周，但我先說好，你以後可不能再这样搶我的美梦糖。没問題。姐，刚刚那是什麼？不會是有人突然朝基地發起攻擊了吧？沒什麼，8成又是天道在研究他的星源而已，正常正常。啊？天道哥的星源很強嗎？不然怎麼會弄出這麼大的動靜？空，強的從來就不是星源，而是天道。因為如果不是天道，我實在想不出誰能把那種星源開發到這個地步。走吧，既然你想看，那就讓你看看吧。反正天道也不在意是否被人知道他的星源效果，因為他3天前曾說過，只有弱者才會處處擔心被人針對，活得小心翼翼。真正的強者就是要有天上地下、唯我無尊的自信，故即便把他的星源能力弄到人盡皆知的地步，他也根本不會在意，因為他天道司命，無懼任何人的挑戰。這話還真是符合天道哥的性格。在獲得星源後，我與天道的差距反而變得更加令人絕望了。